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今天的中国硕士研究生的身价不如一个送外卖的骑手，你会信吗？这不是段子，这是2025年的赤裸现实。就在9月的哈尔滨，一场本应是青春启航的高校招聘会，硬生生变成了地狱修罗场。黑龙江大学体育馆外，凌晨5点天还没亮，第一批年轻人已经背着厚厚一摞简历站在寒风中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焦虑，手里攥着笔记本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机会。等到早上7点，队伍已经从体育馆门口蜿蜒到地铁口，像春运一样漫无边际。而他们要争夺的只是9000个岗位。现场涌进来的毕业生人数是多少？11万。一个岗位10几个人围着抢。体育馆人声鼎沸，不是掌声，不是欢呼，而是成千上万双充满恐惧的眼睛。有人熬夜改了10几版简历，结果刚走到招聘摊位就被告知名额满了，不收了。有人哭笑不得，把厚厚一叠简历扔进垃圾桶，扭头走人。这不是招聘会，这是现代版的逃难潮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岗位要求正在不断拔高。原本写着硕士起步，可当 HR 看着硕士排队如长龙，立刻改口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要博士、本科、大专生，抱歉，直接当场出局。于是，一场招聘会成了博士筛选赛。硕士们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读了7年书，竟然连陪跑的资格都算不上。这就是所谓的学历内卷，当大家都拼命往上挤，最后的结果却是所有人都掉进泥潭。一个硕士生无奈地说，我爸妈花了几十万供我读书，现在我连一份3000块的工作都找不到。是的，在今天的中国，高学历已经不再是职场的免死金牌，反而成了压在肩头的沉重枷锁。比学历门槛更刺眼的是工资。甘肃某企业招聘研究生，月薪2000元。辽宁一家文旅集团招聘秘书，要求985硕士，月薪3500元。哈尔滨一所研究院招聘博士，月薪4000至5000元。博士，一个至少30岁的人，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，交出无数篇论文，结果到手工资还不如1线城市的月嫂。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度报告，新蓝领的平均收入已经达到6800元，其中外卖骑手的月收入中位数7500元，网约车司机接单勤快的月收入轻松破8000。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，别考研了，骑上电动车才是正道。这句话刺耳，却真实到让人心凉。算笔账，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，至少要读27年书。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的数据，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博士毕业，平均花费68万元。如果是北上广，动辄100万。可等孩子熬到博士，30岁，收入5000，扣掉五险一金，到手3500，再算上房租、水电、交通，一个月能剩1500，已经是奇迹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家庭砸进几十万甚至100万教育投资，最后换来的是一份月光人生。这就是最荒诞的教育回报率。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，如果早知道这样，我宁愿当年不逼孩子读书，早点学个手艺，哪怕修车、做月嫂，也比今天体面。无数家长在评论区沉默的点赞。更扎心的数据来了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就业调查，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44.4%， 本科生就业率 45.4%， 大专生就业率 56.6%。 什么意思？学历越高，反而越难找到工作。硕士已经成了最难就业的人。2025年，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1222万，比去年多43万。与此同时，8月份的青年失业率飙升至 18.9%， 再创历史新高。
也就是说，至少有134万人在这个夏天直接掉入失业的泥潭。更有网友直言，官方数字还是保守的，真实失业率可能高达70%。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悲剧。有人毕业半年没找到工作，选择偷偷送外卖，不敢告诉父母；有人研究生毕业，却躲在出租屋里啃泡面，靠信用卡过活。这不是个案，而是一个群体的集体困境。为什么年轻人这么难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经济撑不住了。8月 CPI 同比下降 0.4%， 物价全面走低。PPI 同比下降 2.9%， 意味着产能过剩，需求不足。出口增速仅 4.4%， 对美出口更是暴跌 33.1%。而就在9月25日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，对部分中国进口产品加征最高100%关税。出口被砍，工厂关门，岗位消失，年轻人就是第一批被抛弃的人。经济学里有个规律叫奥肯法则，经济增速下滑 1%， 失业率至少上升 0.5%。而在中国，这个比例只会更糟，因为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年轻人。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幕残酷的画面，博士生排队送简历，硕士生被拒之门外，本科生、大专生彻底没戏。有人总结逃避现实的3部曲：考研、考公、考编；创业3部曲：摆摊、开店、自媒体；失败3部曲：外卖、快递、网约车。听上去好笑，但这就是一代青年的宿命。如果说2025年的11万学历党挤爆9000岗位只是开胃菜，那么2026年的中国将迎来真正的地狱级大逃杀。按照人口统计学推算，2004年是中国准迁徙宝宝出生的高峰期。那一年，全国出生人口超过1593万。20多年过去了，这一批人正好赶上2026年毕业潮。教育部的保守估计，2026年毕业生人数至少1250万到1300万，更激进的预测则高达1593万。什么意思？今年才1222万，就已经让招聘会变成屠宰场。再过1年，将多出300万到400万人同时挤进职场。那场面你敢想吗？一个岗位可能会有20个、30个人同时竞争。硕士、博士、海归，在一张桌子前递简历，互相对视时的眼神，不再是希望，而是彻底的绝望。今年的招聘会是人挤人，明年可能就是血挤血。2025年8月，中国青年失业率 18.9%，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。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庞大的隐形失业群体，那些考研、考公、考编却长期没有结果的人，那些在家啃老、无所事事的人。如果加上这些人，真实失业率可能早已突破 40%。2026年呢？当1593万毕业生一起涌出校门，失业率将飙到一个骇人的高度。甚至有学者预警，青年失业率可能逼近 30%， 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。你能想象吗？1/3的年轻人没有工作，他们每天在家里翻手机、打游戏，无所事事。积攒的愤怒和焦虑迟早会爆发。通缩的铁锤，价格越低，机会越少。更残酷的是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通缩的大环境下。2025年8月 ，CPI 下降 0.4%， PPI 下降 2.9%。分析机构预测，未来6个月通缩趋势还会继续加深。通缩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企业不敢投资，不敢扩张，岗位只会更少。商品越卖越便宜，但工资越来越低，甚至失业更普遍。这就是典型的通缩陷阱，企业和个人都在收缩，经济的血液越来越冷。年轻人本该是社会的动力，却被困在失业的泥潭里。
一个没有希望的青年群体正在吞噬整个社会的未来。过去20年，中国家长教育孩子的逻辑是好好读书、进大公司、买房、结婚、成家。可现在读书没用了，进大公司更难了，连房子也成了烫手山芋。2025年夏天，北上广深等1线城市纷纷放开限购，结果呢？不是成交量回暖，而是房价进一步下跌。据中指研究院统计，8月份全国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 7.2%， 1线城市更惨，北京、上海部分板块甚至腰斩。头部中介链家在8月裁员9000人，意味着买房人消失的比房价跌得还快。年轻人一边失业，一边看着房价坍塌。有人说，好不容易攒点钱，想买房，结果发现工作没了，不买房，钱躺在账户里贬值，左右都是死路。房子曾经是稳定的象征，如今成了沉重的陷阱。有人总结过中国年轻人的3条路：逃避3部曲考研、考公、考编；创业3部曲摆摊、开店、自媒体；失败3部曲外卖、快递、网约车。这3条路都走得血淋淋。公务员岗位一年比一年难。2025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，341万人竞争3.9万个岗位，平均录取率不到1%，比考清华还难10倍。创业更别提了，消费萎缩，实体生意惨淡，自媒体又被流量分配掐死，大多数年轻人撑不过1年。于是剩下的路只有最后一条：外卖、快递、网约车。这就是所谓的新蓝领吸纳池，而且这个吸纳池很快也要装满了。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连最低限度的体面都无法保障时，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，而是社会。你可以容忍收入不高，但你无法接受无处安放的未来。当毕业即失业成为社会常态，当博士送外卖不再是段子，当11万学历党挤爆9000岗位只是序幕，中国年轻人的未来正在被写进一部冰冷的悲剧剧本里。2025只是开端，2026才是地狱。